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习近平和王毅的电话看中国的时与势。这是一个，我本来是在准备讲这个习近平和默克尔通话，然后是这个王毅和日本外相的通话。然后我就想起一段讲话来，这段讲话就是新华社1月11号，报道这个习近平在这个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1月11号做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呢，在中共内部影响是很大的。他这个讲话中说了一番话，其中就讲到时与势的问题啊。那么他这么说啊，这段话是这么说，我念给大家听，然后我再来讲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他在开班式上发表讲话说，当今世界正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啊。那我今天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这番话啊，然后我就把这番话找出来放在这里啊，我们再来讲，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评价这件事情啊。那么中国的对外关系的核心是中美关系啊，大家都知道啊。中国的对外关系的战略叫大国外交。那么大国外交它有另外2个支柱，一个是中日关系，一个是中欧关系，这都是中国和主要的这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这样的关系。那么中美关系现在的态势是什么呢？就是阿拉斯加会谈，阿拉斯加会谈，中美关系并没有缓和。那么中国原来是期望在阿拉斯加会谈上面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这个成果就是让中美关系缓和啊，就是避免之前像在川普政府那样的尖锐的对抗啊，那么希望能够缓和，然后同时呢又能取得一定的突破啊。但是中美阿拉斯加会谈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成果，反而双方的这个对立的关系更加明确啊。原来对拜登政府中国这边还是有一定的期望，但是发现期望破灭了啊。那么拜登政府是以民主政治为主轴啊，那么对他的对华政策从新疆议题、从香港议题、从台湾议题入手，不断的从各个领域啊向中国施加压力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方面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去改善或者改变中美关系走向的一个这样的契机和手段，基本上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办法啊，就是中国这边基本上没什么办法啊，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中欧关系啊，中欧关系当然这个上个月这个欧盟第一次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然后中国就再反制裁，那么中国跟欧盟的关系就跌入了谷底。那么双方谈了6年，将近7年时间的这个中欧投资协定也有可能泡汤啊，这是第2个啊，就中欧关系。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啊，中国在钓鱼岛的问题上呢，它的行动呢日益激进啊，可以看到日益激进，现在直接上炮舰了啊，上炮舰。那么日本对华态度也越来越强硬，所以中日关系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我们现在来看是处于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关键是在哪里？关键就在于美国跟日本的关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这2番电话打出去，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你看这2个背景，一个是习近平给默克尔跟默克尔通话，另外一个就是王毅给这个茂木敏充外务大臣啊
那么这两个电话，一个是打到欧洲，一个是打到日本啊。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美国正在全球布局啊，那么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阵营啊，那么形成新的冷战格局。那么欧盟也好，日本也好，迅速的向美国靠拢啊，正在毫无疑问，这两个国家，欧盟是一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正在成为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啊。那么，所以，这就是这两个电话的背景啊，打这两个电话的背景。我们一个个讲啊，先讲我现在拿到的稿子全是新华社的稿子啊。那么，新华社的通稿啊，4月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那么，长稿子也不算特别长，我就挑两段重要的来讲。习近平指出，中欧务实合作，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其他因素干扰，稳中有进。中国连续5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体现了中德合作的韧性和潜力。中方愿意同德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新一轮开放发展带来的机遇。这显然就是讲中德关系啊。那么当然，讲中德关系就讲利益，讲钱，钱就是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啊，我们之间有利益关系啊，所以讲钱。然后再讲，习近平强调，当前中欧关系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啊，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关键是要从战略高度牢牢把握中欧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基调，相互尊重，排除干扰。中国发展对欧盟是机遇，希望欧盟独立做出正确判断啊，然后真正实现战略自主。中方愿意同欧方一道努力，协商好下一阶段一系列重要政治议程，深化拓展各领域的合作，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沟通，共同践行多边主义。多边主义当然是欧盟主导啊，欧盟的主张啊，因为这就是欧盟成立的原因啊。那么，默克尔表示，欧方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自主。你不是说我要这个，习近平这番话呢，就是重点，就是习近平整个通话过程呢，这是战略重点，就他的核心的目标，其实反映在这段话里面。其实讲到底就是一句话：欧盟要自己做自己的主啊，要排除干扰啊，干扰来自哪里？当然是来自美国啊。那么要真正实现战略自主，什么叫战略自主？你要自己拿好主意啊，就意思就是你不要跟美国跑啊。那么默克尔说，欧方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自主，说我们是自主的啊，你别以为我们是听美国的，我们是自主的。当今世界面临很多问题挑战，更加需要欧中合作应对。欧中加强对话合作，不仅符合双方利益，对世界有利。德方愿意为此发挥积极作用啊，这个基本上就不用说了啊。好，习近平打电话给这个默克尔，当然是这个中国对外工作的模式啊，找关键的国家，找关键的人啊，默克尔就是那个关键的人啊。德国现在是欧盟轮值主席国啊，轮值主席啊，那默克尔是德国总理啊，那当然他轮值主席，欧盟是轮值主席国，默克尔是主席啊，那么主席国的总理 ，OK， 那么你看整个的讲话啊，第一捏住中德关系啊，然后核心是德国企业在中国的生意，还有就是来自中国的订单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诉求的重点就是中欧关系啊，那么要讲的重点就是欧洲要独立做出正确的判断，真正实现战略自主。这番话讲的还是很明确
用意也很深的啊。那么，德国成为这个轮值主席国之后呢，默克尔是推动这个中德投资协定的一个主力，毫无疑问他是主力啊。那么这也是默克尔的主要的政绩啊。大家都知道啊，中欧投资协定里面的核心跟德国的经济利益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你从这件事情呢，可以看，默克尔可以说是中国在欧盟当中啊，欧盟这个领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盟友，因为他们之间的这个中欧投资协定这间双方的利益啊在这里头。所以习近平跟默克尔通话，当然意思就是默克尔要做欧盟的工作啊，啊，重新要挽回这番话，这个电话的最重要的主旨，就是要挽回中国跟欧盟的关系啊，就是阻止欧盟跟美国的这种政治上的结盟啊。那么，所以他强调的是中欧要互相尊重，排除干扰。那么就是讲来讲去就是一句话：欧盟不要跟着美国跑啊。那么默克尔在电话里面讲了些什么呢？德国到现在德国媒体也没有说啊，没有报道出来。但是毫无疑问啊，默克尔是有反驳的啊。他说欧盟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自主，其实是在反驳习近平的讲话。那你想一下，欧盟也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啊，所以他是有反驳的意思在里头。那我们评价一下啊，第一，默克尔其实在淡出欧洲政坛啊，因为他要退休了。那么中国找他来通话，而不是找欧盟的这个一男一女两位真正的领袖通话，要找默克尔去通话，而默克尔又正在淡出德国政坛，这是有点什么呢？有点这个死马当活马医的味道啊。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跟欧盟之间的关系掰得很严重，就是掰得很严重。虽然他是轮值主席国，但是欧盟关系不是由他决定的啊，它是由欧盟自身决定。欧盟有他的主席啊，有他的这个欧洲委员会的主席啊，他有主席啊，一男一女，经常我们 Michelle 跟那个谁，他们在重要的场合都是他们两个来出现的，所以你不找这两位，去找默克尔啊，那当然说明什么？说明这两个这个有困难，有困难，说明中国跟欧盟之间的关系掰得很严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他为什么不找他们，是找默克尔？其实中国在现在对欧盟上面是有两难，有困难，困难在哪里？困难是两点，第一点，中国在新疆的政治议题上，或者是在台湾政治议题，或者在香港的政治议题上，基本上他不能退，他无法退，他一退，他整个的防线就崩溃了，啊，这就是习近平提出的这个底线意识，让整个的中国对外关系是不能退。好，你不能退，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你不退让，你跟欧盟之间的关系怎么搞？你怎么谈？没办法谈，你没办法谈的，中国跟欧盟之间的关系僵持下去，然后不断的出现各种问题。你比如说下面跟着来的这个北京冬奥会的问题怎么办？欧盟肯定这件事情不会放过中国的。啊，新疆议题会继续发酵，然后你跟着后面香港的这个问题再出来，欧盟再来做动作，你怎么办？如果中国在这些政治议题上都不能退，那双方势必要对抗，势必要对立。那么持续下去的结果是什么？持续结果的就是美国想看到的结果，就中欧之间闹翻了，美国跟欧盟在结盟，这就实现美国的战略意图。所以其实在欧盟的这个议题这个问题上，中国是没有办法，就是它两难，一头它退不了，另外一头他想搞好关系，实际上搞不好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
中欧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绝对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价值的这种关系，就是说，中国是想通过中欧投资协定把欧盟拉住，让欧盟成为制约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是中国的意图。欧盟当然也是拉住中国，这个在跟美国要价的时候，他有筹码。欧盟也是想是，所以为什么他会是这个谈了6年，最后中国迅速的做出一些让步啊，一些很重要的原则都让步，所以双方就签了，去年12月底签，谈6年时间，最终谈成。谈成的原因是什么？双方都有政治上的需要。那你想谈了6年，有这么高的战略价值的一个东西，中国想不想要？当然想要。但是现在70%的欧洲议员，你去制裁欧洲议会的成员，欧洲议会70%的成员是反对中欧投资协定，你怎么过？过不去啊。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你看一下，从8964到现在30多年，欧盟第一次制裁中国。欧盟是一个有27个成员国的一个国家联盟啊，是一个国家联盟，做出这样的行动不容易的啊！大家想一下，27个国家有不同的战略利益啊，特别是中国在中间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做了很多。你想一下，他只要有人不同意，这件事情就不一定办得成啊。那你想，然后他们统一做出一个这样的决定，制裁中国，说明什么？说明整个欧洲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看法已经转变，他们对待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否则他达不成这样的，就是说欧盟去制裁中国这个行动，这就是大家庭有大家庭的难处，但是你看大家庭形成一个共识，它的力量是很大的。然后中国又制裁，中国又反制裁，中国的反制裁其实很弱智，非常弱智，因为它基本上中国的反制裁基本上是把欧盟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得罪遍，全得罪完了，就是讲到底是不想过的样子啊。所以这一件事情搞下来，所以你看，习近平打电话要跟默克尔谈中欧关系，你觉得有意义吗？完全没有意义。为什么？默克尔一个要退休的德国的总理，他能决定什么？他能改变什么？他啥都改变不了。他能改变欧盟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看，在这个电话上，你可以看到，中国在对欧盟问题上，完全既没有手段，也没有路径，也没有办法。啊，你想办法搞几个，然后就中间还涉及到跟战狼的各种吵架啊，各种吵架其实在毒化中国的战略目标啊，非常愚蠢。这是习近平的电话。好，王毅的电话，王毅电话这么说啊。4月5号，中国外交部长、国务院兼外交部长王毅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电话。王毅表示这个双方前面后面我都不读啊，我就捡重要的念给大家听。双方应珍惜和维护中日关系来之不易的改善发展大局，坚定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菅义伟首相去年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原则和精神，确保两国关系不折腾、不停滞、不倒退、不卷入所谓大国对抗。所谓大国对抗当然讲的是美国了。中方愿意同日方持续推进务实合作，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这是讲到痛处了啊。中方希望日本作为独立自主国家，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而不是被一些对中国持有偏见的国家带节奏。这个像吗？像习近平讲的像吗？对，就是你别跟着美国跑啊。
日美有同盟关系，中日也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日本同样有履行条约的义务啊。王毅阐述了中方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反对日方介入涉疆、涉港等中国内政，要求日方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作为近邻对中国的内部事务保持起码的尊重，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这句话呢，就给中国的媒体拿来做标题啊，这个话讲得非常狠啊。双方还就区域合作、气候变化以及缅甸局势等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啊。然后日本外务省啊就说啊，茂木就中国海警局海警舰多次入侵尖阁诸领海，并追逐日本渔船表示严重关切，强烈要求采取具体行动解决问题。在会谈中啊，茂木外相对香港局势及南海局势以及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采取具体行动。茂木指出啊，那日美同盟并不针对第三方，日本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希望日中关系稳定发展的立场没有改变啊。这个电话打起来呢，虽然显然，这个王毅他还只是个国务委员，他跟这个茂木通电话，显然这个层级没有像这个习近平跟这个默克尔通电话那个级别高啊。但是，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什么我估计也想通电话，未必别人想跟你通电话啊。所以，但是我们就说已经发生了啊。王毅这个电话呢，当然是王毅打给这个茂木的啊。第一，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中国对菅义伟访美的焦虑啊。菅义伟首相4月十几号，4月16号啊，4月16号访美啊。那么这番电话显然是反映了中国对菅义伟访美的焦虑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反映了中国近期对日本近期的这种强硬的立场，日益强硬的立场表示不满啊，这是第二个。他不满意日本的对华态度越来越强硬啊，这第二个。第三个，这通电话是要敲打日本啊，调子很高，讲得很高，手别伸太长了，调子很高。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踢到了铁板，一脚踢过去，结果对方是个铁板。日本态度很强硬啊，茂木外相的这个态度很强硬，直接怼回啊，所以王毅的这个敲打的效果不理想啊。那么这番电话有什么背景呢？我们来讲一下啊。第一个，通话的当天，法国加上四方安全对话的5个国家，美国、日本、澳洲、印度加上法国，在孟加拉湾展开为期3天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这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第二个，同一天消息传出来，日本将和德国进行外长、国防部长2+2会谈，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作为，这是另外一个背景啊，这是第二个背景啊。第三个背景，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于4月16号，就下个星期五啊，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啊，这是第三个啊，就是第四个，菅义伟计划4月末就是访美结束，然后就是应该是日本的黄金周，然后他就出访什么呢？印度、菲律宾啊，分别和印度首相莫迪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会谈，开启首脑外交啊。那么印度呢，是日本对外关系的重点啊，一个日本的市场
诉求两点一个是日本的市场，一个是日本是四方对话的战略伙伴，所以印度是日本对外关系的一个重点。当然，印度的对外关系战略伙伴是美国，但是下一个就是印度这是为什么他要出访印度然后是菲律宾菲律宾和日本有同样的诉求，就是跟中国有领土纠纷，双方面对的是同一个对手好，那么这是第四个背景。读卖新闻，昨天日美两国政府已经开始协调，打算在16号，就是4月16号，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之际，分别就安全保障、经济合作、气候变化3个领域发表这个联合文件，强调要针对中国进行战略合作这里面经济合作的文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跑出来，什么？就是日美版的一带一路就在经济合作领域要建立日美版的一带一路就是明确规定共同推进在日美之外的第三国的基础建设这是一方面呢，拜登政府在美国学中国搞基建，然后再学中国跟日本合作搞日美版的一带一路就是走中国的路，让中国无路可走基本上就是这个路子那么集中两国的技术和尖端领域和中国展开竞争文件还提到这个要向亚洲国家分配这个疫苗抵制中国的疫苗外交另外关于气候变化的文件，双方正在讨论写明将签署日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双方在首脑会谈中展现积极的态度，借此促成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可以合作这是一个大体上就是这样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一次为什么王毅要给这个茂木外相打电话，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背景，你可以看到日本已经和美国走得非常非常的近了那么在一些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领域，日本配合美国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动作部署，目标是谁？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在欧盟的关系上，在对日的关系上，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了，没有办法挽回了，没有办法挽回作为两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其实这两个都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他对他们在政治上的牵制作用已经看不到了。我们现在讲回这个，我们一上来就讲的这个习近平讲的，当今世界正在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你可以看到中国在整个的对外关系上，这个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根本性的改变是什么？就是它的主要的所谓的大国外交的都站到了它的对立面去你看美国是毫无疑问是站到中国的对立面上，然后是欧盟，然后是其实我们有一个组织是不用说的，五眼联盟毫无疑问是站到了美国那边，五眼联盟，然后你是这边看到就是四方会谈四方对话这4个国家也站到了美国的一边，现在日本站到了美国一边，所以这些所谓中国的大国外交反映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中国正在日益被孤立，这就是习近平所谓的势已经变成什么？中国正在慢慢的被孤立，慢慢的被美国为代表的盟国
针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势，势在这个现在，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势已经转过去了，根本性的转过去了，所以你未来习近平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啊！这个，所以你时间越往后走，你时间越好往后发展，这个情况会越来越恶化。你连欧盟的这个门都摸不到了，现在，对吗？你现在日本现在跟美国跑得多欢，你看现在这个情况。4月16号马上要这个菅义伟访问美国，然后这个王毅赶紧打电话去敲打，这还敲没敲两下呢，一脚踢到铁板上。但茂木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客气啊，上来就说你这个要拿出具体措施，你要具体的改了，非常强硬啊！以前日本不会这么，就是日本至少是个比较含蓄的表达，但你看现在的表达一点都不含蓄，这就是势就已经开始改变了。势重要吗？非常重要。为什么？当你有这个势的时候，我们从势看得过去很虚哈，我们可以具体的讲一些事情，比如说，当你有势的时候，你在势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很多事情，你只要付出1的代价，你可以得到10的回报，而且大家会给你面子啊，大家都这么认为啊，都这么按照我当记者的时候，那时候的势是什么？那时候的势就是你是一个跨国企业，你要是不去中国设一个点做个生意，你股价都会跌，那就是势。我当财经记者，我在跑新闻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你作为一个跨国企业，你不去中国做个生意，发掘一下你在中国的市场的机会，你的股价就会跌，这就是势。你现在的势是什么？你现在跨国企业在想什么？想我要考虑一下我的产业链的安全，我不能把我所有的供应链全部都依靠中国市场，不行，我一定要把供应链至少我移出来1/3，万一出个什么事情，我可以进行调整，否则的话你没办法。所以现在势是这个势，然后你再看一下中国以前的合作伙伴，现在都跑到哪里去了？跑到美国那边去了，这就是新的势。就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通过这2通电话，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面临一个新的势，而这个新的势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你原来我只要出1，我就能得到10，你可能现在出10，你未必能得到1，因为大家都不相信你了啊，大家都觉得我看透你了，你就是想搞坏事啊，这就是现在的事。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先向大家道歉，我又迟到了。最近迟到比较多啊，比较多的原因是，我还是想，我还是想把这个内容做得充分一点。你比如说像今天这个题目，等我把这个所有的新闻浏览完，发现没有其他的题目，我决定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大概只剩下了不到1个小时，就是离我们开始直播的时间。那么你要准备一个这么长的专题的话呢，1个小时是不够的，所以我就会迟到。那我以前呢，我就会很紧张，我就使劲的赶，我就稍微的过，所以有的时候会讲起来会有点磕巴啊，会有点磕巴。那现在我的情况就是，我宁愿迟到，我也要把它做充分，我要把这件事情想透、想明白。如果是一个这种级别的专题，理论上来说，用1-2天时间比较好。我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会比较匆忙啊，比较压力是比较大。那我现在会就是在没有准备好之前，我不开始，这就是我现在的做法，这也是我最近老迟到的原因啊。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尽量的不迟到，但是呢，我不想用时间来换品质啊，这一点我向大家说明一下啊。但是我还是向大家认错，因为我迟到
好，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四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OK，提问，外交部每次新闻发言，我们很容易分析出他们在说谎，包括他们错误的逻辑，可他们还依旧那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王老师能分析一下他们这么做逻辑和理由，这样的言辞会让西方世界怎么看待中国外交？对啊，他就是这样，外交部就是这样，外交部就是基本上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对记者来说没有障碍，因为都知道嘛，记者也不会，当然也不会现场就说你胡说八道，那不会的啊，记者会把这件事中方的说法放在这里，然后再把事实放在下面，读者就知道他在胡说八道啊，就是这样，这个没有，这个都是常规操作了。西方国家怎么看待中国外交？西方国家就知道他在胡说啊。然后你慢慢的，你可以看到西方媒体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啊。比如说，《纽约时报》昨天还是今天我忘记了，在推特上面有个网友把的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转上来，说这个中国的冬奥会要举行了，然后这个新疆议题正好在这个大家讨论当中，我们怎么能放过这个题目呢？这么好的这个筹码呢？这个拜登政府不应该放过这个冬奥会这个筹码。你可以看到，就是西方的媒体已经开始不讲那些中国巨大的投资机会，西方的媒体开始讲什么？讲这种话题。当西方的媒体开始讲这种话题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这个势已经转过来了啊，这个势已经转过来。西方怎么看待中国？西方世界怎么看待中国？其实取决于什么？其实取决于媒体怎么看待中国。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是通过媒体去看待这个世界的，媒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媒介的作用，只是透过他的眼睛看待世界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所以我们要看什么？看西方的主流媒体，原因就在这里。提问很担心中国的强硬态度让世界各国没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对香港关注度不高了，会不会就让事态无限发展下去？我不知道会怎么发展下去，我算不了这个卦，我只能就事论事的去讲啊，我在这件事情上我看到什么就讲什么啊。那么没什么好的应对方法，也不会吧？你太小看西方世界了吧？啊，你说呢？啊，情况坐标上海，以前政治学习只是针对党员，但是现在政治学习扩大到非党员。我在高校任教，现在要求校内各2级党委组织教师每周开展一次集中学习，每月开展一次党的创新政治理论学习，原则上每年不少于8次。以后我们学院每周组织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并进行考勤。现在 CCP 的思想控制越来越严，这跟以前一样，跟文革是一样的。文革就是有政治学习啊，现在又恢复政治学习啊，这就是文革。当然文革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文革很多文革的形式是没有了，改革开放就放弃了，现在又在恢复这个文革的形式。观点：卡车司机自杀事件原因并不是抑郁症，从司机的遗书可以看出，他是以这种行动进行抗议政府的流氓行为。流氓抢劫的途径是强令卡车司机付款使用北斗系统，在系统不稳定时由司机交罚款。观点：昨天货车司机的话题，今天看到了报道，有人洗地，说安装北斗不让北斗断线是为了司机好，因为怕司机疲劳驾驶。我真的好想骂脏话。我今天看到新华社出来洗地，
出来说啊，我们不能让这件事情不能让这个北斗背锅啊，就帮北斗啊，就是说，嗯、货车司机的命不如北斗系统重要啊！你看他帮北斗这个，他就他就没有帮从头到尾新华社的这个评论就没有帮这个货车司机说一句话啊，从头到尾都是在帮这个北斗系统洗地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CCP 是什么货嘛啊，新华社是什么货就知道了。昨天谈到 CCP 用北斗赚钱，而美国也用 GPS 赚钱。事实上，美国军方发展的大项目，如 Internet、GPS 都是用纳税人的钱，不能用来牟利的。所以，美国政府后来开放给美国人民及全世界免费使用。OK，观点关于大陆与台湾的问题，台湾一直是处于外交劣势。当年不是老蒋一气之下退出联合国，也不会有后来的中共占据5大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这是台湾沦为中美棋子的关键因素。也怪欧美2战之后政客都偏左，普遍认同中共，可以说是中共哄骗老美，不是这10几20年，是要追溯到50几年朝战后的东西方局势。总国而言，台海50年内不会有战争。提问：请问美国不明确抵制冬奥会，会不会是认为抵制行为对提升维族、哈族人权状况没有实际帮助？可以请王老师具体分析一下抵抗冬奥会对中共决策层造成的负面影响。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回了，好吗？就是关于美国是怎么说的，看昨天我们直播2，我们有很清楚的分析，我就不全再说了。那么至于说这个抵制冬奥会对中共决策层的负面影响，那是很打击很大的。你在你家门口抵制你想什么情况？所以那打脸是打得很响的啊。决策层这不用决策层，各个层面都有影响啊。专制政权都喜欢用体育活动、用文艺演出来美化这个他的这种政权的合理性啊。你比如说像纳粹，你比如说像中共，你比如像苏联，都喜欢干这种事情啊。他们在这些上面投入很大，投入巨大啊。所以中国所谓的金牌工程，金牌是什么？奥运金牌，它是有个工程系统工程。就是要去抢金牌，通过金牌来干什么？证明我的制度优越性，这是整个的洗脑的其中一个环节，很重要。洗脑，如果你不洗脑的话，人民都睡醒了，他就很麻烦了。所以中共统治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一个是笔杆子，一个是枪杆子。那你想一下，重不重要？当然是很重要。那你如果全世界都在抵制北京冬奥会，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制度不被认可，你的制度不被认可，你这天天在吹牛，这老百姓不就醒了吗？所以它的冲击就是这个概念，好吧？提问：关于昨天美国对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话题，美国政府的态度有所反复，会不会有对北京方面有可能抵制东京奥运会的考量？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考量东京奥运会。但是理论上来说，你没有理由啊。你所谓抵制东京奥运会，你得有一个话题呀。你比如说，现在抵制北京冬奥会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你新疆议题啊。你新疆，你在中国，有上百万人被你关在集中营里面，我怎么能跑到你那去进行友好的体育比赛呢？这个话是一个有关联的。那你现在你要抵制东京奥运会，东京是不是日本是不是把100万人给关在集中？没有啊，没有这样的话题啊。所以你抵制没有话题，你怎么去抵制？你说我造一个话题出来，也来不及了吧？我觉得啊。提问：现在东亚局势，日本即使有中国市场考量和东京奥运，仍然毫无悬念的会站在美国阵营。
但是南韩不要叫南韩，叫韩国吧。韩国明明也有美国驻军，而且韩国也知道朝鲜的恐吓威胁，常常有中国在背后搞鬼。为什么韩国还要去福建开外相会议呢？这究竟是单纯文在寅政党的对外方针，还是韩国人真的不愿意在美中之间选边呢？好问题，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经常讲一个问题啊，讲什么？讲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周边很难有一些独立的经济体啊，它都会被吸附在它上面。这就有点像星球啊，星球你在一个很大的星球旁边，有些星球经过它的时候就会吸到它上面去啊，这就是同样的原理。韩国也不例外，韩国对中国的经济的依赖非常的依存度非常高啊，所以韩国跟日本不一样，日本是个很强大的经济体，韩国跟日本经济体没有办法，这个体量差距很大，所以韩国是对中国的依赖非常的强，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这里面还是要讲的是川普政府的这个韩国现在的这个处境呢，跟川普政府的政策是有关系的。川普政府的美国一优先，美国就往回撤。那你想一下，美国你虽然在这个韩国有驻军啊，但是你又一会儿又跟韩国说，你的军费多交一点吧，啊，一会儿又跟你说这个，又跟你说那个，然后韩国这边就懵了，怎么办呢？我不是得靠他吗？但你靠他，你这个两国一打起来，我这夹在中间，我怎么弄？我不能选边站，我们得两边都得下注，因为它是一个完全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对于韩国来说，他谁都得罪不起，因为他就靠在他旁边。我们叫县官不如县管，就在他隔壁，所以他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要理解什么呢？理解韩国的处境，他的这个处境就是他在经济上极度依赖中国，同时他在安全上又非常的脆弱。他前面就是朝鲜，朝鲜后面站着中国，我后面的这个美国人呢，这美国远在万里之外。完了以后呢，这个一不小心呢，他跟我要军费，一会儿又跟我搞这个搞那个，他还得说他往回撤，你说韩国怎么办？你说他能得罪中国吗？他不敢得罪中国，所以韩国现在的态度实际上还有什么影响？还有川普政府的影响在里头，就川普政府的影响在这，到现在为止，你说除非我就经常讲。你要解决韩国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你必须让韩国确认美国就在亚太，不会离开。美国对韩国的这个安全承诺是坚如磐石，不会改变。你得让韩国相信这个，他才会跟日本一样站到你一边。否则的话，他跟日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从地理上也不一样，体量上不一样。很多都不一样，所以韩国的态度，不完全是因为文在寅这个的政治立场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很具体的实在的问题，所以我不觉得韩国的立场很让人疑惑啊，我不觉得很疑惑，我觉得很能理解他现在的立场。实际上，这个球不在韩国一边。实际上，这个球还在美国这边。美国你要做什么，让韩国人确定美国是可靠的，美国有能力保护韩国。如果你不能够让韩国人相信这一点，韩国只能是两边同时下注，走个钢丝呗。走钢丝那么容易啊？不容易的，对吗？你说是不是？走钢丝不容易，谁愿意走？没有人愿意走钢丝的啊。提问：新疆问题上一直没有阿拉伯国家的声音，除了2天前土耳其召见中国大使，请问这些国家是买通了吗？还是一带一路的影响还是很大？
啊，中国跟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有传统的关系啊，有传统的关系，也有跟“一带一路”关系其实不是特别大，核心的问题还是利益的关系。中国是个大买家嘛，中国是石油的大买家，然后中国跟阿拉伯国家的这种传统的关系，我觉得这两点是主要的，而且阿拉伯国家大部分都是独裁政权嘛，独裁政权比较亲近。其实阿拉伯国家从理念上来说，美国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有点别扭的啊。情绪，前两天在油管上看到去年8月，乌尔开西受邀 BBC 的访谈节目《Hard Talk》的视频，他在节目中非常清晰地分析了新疆问题的性质，并且指出西方世界对香港的态度导致了最后的恶果。You are losing the city 啊！生活在台湾的他非常坚定地表达了台湾人民面对中共威胁的勇气。这段访谈我看得非常激动，抱头痛哭。乌尔开西很棒，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学生领袖啊，到了今天他的成长，你在乌尔开西身上看到了成熟啊，看到乌尔开西新疆人，他是新疆人，所以他对新疆的情况非常了解。然后他定居在台湾啊，他的选择非常的独特啊，非常独特。他没有选择去美国，他选择在台湾。情况，家里有亲戚是辉瑞国内雇员，辉瑞计划为中国雇员和家人提供辉瑞疫苗。OK， 提问，请问王老师，疫苗护照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按照现在各国入境的要求，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行吗？出具体内有抗体的证明能够替代打过疫苗的证明吗？不是有的疫苗才产生半年的有效期吗？疫苗护照的必要性，核酸检测那你要不断的去检测嘛。疫苗的话，你打了以后，你不就是有抗体了吗？你说的半年是国产疫苗，那么其他疫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半年时间这么短啊？应该不止半年吧，其他的疫苗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如果你是国家之间的旅行的话，国内是没有必要啊。国内如果你比如说美国，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美国全部打完了，那你要什么国内需要什么疫苗护照？不需要。你疫苗护照只是跨国旅行需要，那你到的那个国家，那个国家认为你是安全的，你说我有打过疫苗，安全的那就没问题啊。这个为什么没有必要呢？是有必要的。你说我要我既然已经注射了疫苗，我就没有必要再去做核酸检测嘛，对不对？如果你说我拿着核酸检测，你各个国家都要求核酸检测，核酸检测是有时间期限的嘛，对吧？那我不断的做核酸检测没必要，我就拿着疫苗的护照不就行？这个比核酸检测要更可靠、更有效，而且不麻烦嘛，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是开放边境和开放国际旅行的一个必要条件，我认为是因为大家疫苗的进度是不一样的嘛，所以进度不一样，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需要。如果全世界都一样，同步发生，那我们没必要。我打完了，你也打完，那大家都可以开放。大家进程不一样，那当然就有这样的问题。情绪之前在叙利亚难民潮的时候，默克尔顶着国内和欧盟各国的压力，登高一呼接收难民，曾经很佩服他的政治勇气。但是在中国这几年的人权问题上，感觉他就是澳洲陆克文之流的政治说客而已。我理解默克尔的政治想法啊，他的政治选择，他认为这件事情对他更重要，他就这么选择啊。请问王老师，俄乌冲突有无帮中共减少压力？我不觉得吧？你觉得能减少压力吗？我觉得没有关联。
情绪，我微信日本群的网友拿了日本永住卡，嫁给了一个日本老头，批评日本政府拿纳税人的钱乱搞，总觉得中国人给日本人带来很多财富。他不是日本国籍，只是赞助日本。我说你要求日本政府改正，那就放弃中国国籍，用选票来让日本变得更好。对方哑口无言。中国人都是这样，我发现很多中国人是这样啊，就是说，好像突然都变保守了，在美国的中国人也是突然一下好像变得很保守，政府不能乱花钱啊，政府不能这不能干那个，我其实我蛮不理解，其实我们是来自一个弱势群体，我们是少数主义，我们是需要被关照的人啊，就是无论是你在日本也好，就是还是在美国也好，你刚刚跑到别的国家去，你肯定是弱势群体。可是这些弱势群体把自己当做强势群体来看待啊，就是你想一下嘛，有很多到美国的中国人用的是庇护的身份，去美国，然后他就反对这个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要求用更严厉的移民政策对待这个移民。你也是新移民啊，对不对？这个我何苦要为难移民呢？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大家都要用同理心来看待这件事情嘛，对不对？为什么要这么去苛责呢？所以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能够想象他们的立场，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觉得做人还是应该厚道一点嘛，是不是啊？然后我的这个立场又在推特上被王先生是左派，如果这都叫左派的话，那我情愿做左派吧，这挺好的呀，对不对？对大家好一点嘛，是不是？所以，怎么说呢？嗯，算了，不说了，继续念。情况：昨天 CCTV 疾控中心专家介绍，让大家打完疫苗不要去检测抗体，理由是他们需要特殊的环境，比如 P3实验室才能检测。他们疫苗计划开发的时候可以保证有效性。听完了感觉是一通胡扯，反映他的疫苗真的是堪忧啊。情况：货车司机自杀事件，国内网上有一种为数不少的声音认为这件事不够正能量是家丑，让老外看笑话，类似是不该曝光，否则是不爱国的汉奸行为。许多中国人在畸形暴政的摧残下，不仅已经没有了正常人健全的三观和思维逻辑，更失去了生而为人的基本同情心。我是觉得同理心很重要啊，同情心、同理心很重要。为什么？我们是人类啊，人类是有同理心的啊，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要有同理心，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我们本身是弱势群体啊，我们是弱势群体啊，我们是少数主义啊，我们是新来乍到啊，对这地方不熟啊，我们也需要大家的照顾跟认同啊，支持啊。所以为什么中国人看不懂这一点呢？啊，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我不理解啊。情况：国内说自愿打疫苗，但社区通知公司全员强制去打疫苗，上百人浩浩荡荡排了一天，最后疫苗不够，没打上。典型什么都要管，什么都管不好，好吧？好，明谢。Hop and 谢谢啊，谢谢王老师一如既往的精彩的节目，感谢王老师作为新闻人坚持揭露大陆社会黑暗，为社会弱势群体发声，同时也呼吁大家力所能及的通过自己的方式支持王老师的节目啊，谢谢你啊，请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啊，让更多的人看到啊，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支持，谢谢啊。XRW，谢谢。迟到多久我们都等。喜欢王老师的节目，其实可以考虑把直播的时间推后1小时。我们不能再推后，因为现在是10点，
10点在中国大陆就是晚上10点，晚上再推后的话就晚上11点，那太晚了，很多人要上班第二天，所以这是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的原因。我们这个时间，我们设定了现在这个直播1跟直播2的时间，是我们运转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定下来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不会轻易改变啊，不轻易改变，因为这很重要啊，因为我们要迁就各个时区的网友，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漫画拼图，谢谢王舍的决定非常好，坚持品质，会让录播更有价值，流传更久，谢谢。许嘉诚，谢谢。看看日本政府和警察服务百姓的态度和方式，再看看我们的警察和路政，真的是恶心。这个国家政府还有那么多人歌颂，你和身边的人说一些真相，他们会像保护自己声誉一样和你反驳，真的无语啊！谢谢 Helen，谢谢，谢谢王老师，请喝一杯咖啡，谢谢。Michelle 刘，谢谢。黄增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